10年前的今天，台湾爆发了解严以来最大规模的社会运动——太阳花运动。10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那10年过去了，太阳花运动的影响力还在吗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太阳花运动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奇。2014年的3月18号晚上，一群以学生为主的抗议者，为了阻挡两岸服贸协议通过，展开了占领立法院议院的行动。结果这一战呢，就是快1个月，将近1个月的时间里面，上万人潮日夜驻守在立法院周遭的马路上面静坐，甚至呢缔造了超过10万人上凯道的记录。而在运动期间诞生的一首《岛屿天光》，也成为了许多人的共同回忆。这场太阳花运动不仅是台湾解严以来最大规模的社会动员，也被视为台湾天然毒世代的滥觞，并且呢，对于台湾政治局势、两岸关系带来了很大的转变。那么今天就会来聊聊10年前的太阳花运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这场运动又为台湾带来了哪些影响呢？不过在开始讨论之前呢，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。你是不是常常在育儿的路上感到困难，苦口婆心，往往输给了灰心？想要绘本给孩子进步的价值观，但在茫茫的童书海当中，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呢？芒果有官网能够根据不同的年龄、价值观推荐最适合孩子的套组，而且每一本呢都能够让你向试阅，希望你喜欢认同再购买。官网更有最划算的折扣，最低6折起结账，输入77推荐，还有再9折，让芒狗狗陪伴你的育儿之路，一起充满信心，快乐学习。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吧。这场运动的起点要从2013年说起，当时马英九政府在 ECFA 的框架之下，跟中国签署了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，目的呢是要互相开放服务业市场。但这引发了在野党派和部分舆论的反弹，认为谈判过程黑箱不透明，而且协议开放的范围太广，内容又不平等，会伤害到台湾劳工的权益。此外，也有许多人担心服贸背后夹带着北京以经促政、以通促统的政治意图。因此呢，在2014年的3月17号，服贸进到立法院审查的时候，就有学生和公民团体到立法院外头抗议，而立法院内呢，民进党团也强力的杯葛。在混乱当中，会议主席国民党立委张进忠以30秒的时间强行宣布服贸已经过了3个月审查期，依法视为已审查，要让法案直接在3月底表决通过。这样的做法引起了更强烈的反弹。3月18号晚上9点半左右，大约200名以学生为主的抗议者翻墙进入了立法院，发起占领议场的非暴力抗争，试图阻止立院表决通过服贸。虽然警方曾经多次集结，但时任立法院长王金平没有动用警察权。那随着消息在网络上面传开，几个小时之后，立法院外就出现了上百人静坐声援，保护议场内的抗争者。而接下来占领行动更继续发酵，最后演变成一场历时24天的大型社会运动。从19号早上开始，又有更多人加入静坐的行列，也有不少支持者赠送物资到现场，包含了被装饰在议场内，后来成为运动象征的太阳花。不出几天，立院旁的济南路、中山南路、青岛东路都挤满了静坐的人潮。根据报道，到了3月21号时，现场人潮就落在3万上下了。3月30号的凯道大游行更吸引了超过10万人参与。那随着运动规模扩大，许多人也当起了志工，帮忙处理后勤补给、环境维护等等的工作，有义务律师、医护轮流驻场。大学新闻社团呢，在社群上面不断的更新现场消息，而教授、公知则举办民主讲座等等的活动。另外，各大现场也都架设了公民论坛，让人们自由的上台发表意见。许多分析认为，这样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并不是空穴来风。从2008年的野草莓学运，到后来的大埔反媒体垄断、洪仲丘事件等等，早在之前几年台湾社运的次数和声量就有上升的趋势。因此，太阳花运动的爆发可说是多年来社运能量累积的结果。另外，也有分析认为，运动的持续也跟舆论风向有关。由于抗争的手段相对平和，抗争者善用网络传播等等的因素，让运动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舆论支持。TVBS 3月26号公布的民调就显示，高达63% 的民众认同呢有必要重新协议服贸，认为没有必要的呢则占了18%。另外有51% 的民众支持抗争者占领议场，反对则有38%。但话说回来，除了台面上面的学生代表，其他成千上万名的抗争者到底都是些什么人呢？
根据北大社会系的现场抽样调查，抗争者以年轻人居多，20到29岁年龄层的人就占了66.8%。此外呢，学生比例也偏高，占了56%，其中呢有70%以上是大学生，分别来自于96个大专院校的各个科系，而另外44% 的社会人士也来自于各行各业。那由于抗争者组成非常多元，所以他们参与这场运动的理由也各有不同。比如有人反对的是两岸服贸本身，认为对于台湾劳工冲击太大，也有国安政治上面的隐忧。有人呢则反对服贸制定过程当中的程序黑箱，甚至也有些人呢只是想来现场看看，并没有特定的立场。那在服贸之外呢，还有人借着机会在公民论坛的舞台上面呼吁大家关注性别啊、环境、原民权益等等其他的议题。不过，许多分析认为在多元的声音之下，抗争者的最大公约数或许还是要求政府退回服贸。但对于这个诉求呢，马英九政府迟迟没有正面的回复。运动开始不久之后，一场内的学生代表就提出了4大诉求，包含了退回服贸、建立两岸协议监督机制、先立法再审查，以及召开公民宪政会议。他们也多次的呼吁马英九出面公开对话，但都遭到了拒绝。就算在3月22号，行政院长江宜樺有到立法院外跟学生代表对话，但表示行政院不能够同意运动诉求，谈判最后还是破局。隔天，马英九更开记者会重申不会退回服贸，也强调占领立院的行为违法，要学生先撤退再来对话。而随着谈判陷入僵局，3月24号的凌晨，部分抗争者就发起了占领行政院行动，试图拉高抗议层级，但很快的就遭到了江宜樺下令强制驱离，警民爆发流血冲突，一共造成了上百人受伤。之后，学生代表又号召发起3月30号的凯道大游行，集结了超过10万人到场，试图向政府施压。那后来马英九虽然让步，答应了部分的诉求，但还是坚持不退回服贸。那就在双方的僵持之下呢，这场运动也开始面临了更多的内忧外患。报道指出，3月30号凯道大集结的高峰过后，立院外的静坐人数就开始明显的下滑，同时运动内部的分歧与矛盾也逐渐的浮上台面，包含占领行政院行动激起了鹰派鸽派之争，以及场外抗争者对于场内决策小组专断主导运动的不满。不仅如此呢，在统治党的白狼张安乐等人号召之下呢，立院周遭也开始出现支持服贸的示威，而部分舆论也开始出现运动退场的呼声。最后在4月6号，王金平亲自进入议场跟学生对话，虽然还是没有答应退回服贸，但承诺在监督条例完成立法以前会暂停审理服贸。隔天晚上，决策小组就宣布运动已经达成了阶段性目标，因此他们决定在4月10号退出议场。那虽然这个决定遭到许多其他的抗争者反对，但随着大量人潮散去，太阳花运动也就此告一段落。不过这场运动激发出的庞大能量却没有马上的消散。分析指出，在318之后，台湾社会氛围出现了明显的变化，而这个变化更进一步的影响了台湾的政治局势和两岸的关系。太阳花运动的影响范围非常的广泛，各界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。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只介绍几个比较普遍的观点。首先是对于台湾人身份认同的影响，不少学者认为这场运动使得台湾认同崛起，尤其是在年轻世代身上，包含了天然独世代一词也是在318之后开始流行起来的。但很多学者也强调，台湾认同的崛起呢是长期趋势，而太阳花运动的出现本身也跟中国因素有关。所以，与其说是运动改变了人们的认同，不如说它是强化或是台面化了这种长期趋势。政大学研中心的调查呢，就显示，2008年只有43% 的人自认是台湾人，但这个比例从隔年就开始升高，并且在318发生的2014年突破60%，创下了历史新高。而这也连带影响了台湾的政局。2016年大选国民党不仅总统选输，立院的席次也锐减，使得民进党首度完全执政。而许多的分析呢，包含国民党自己的选后报告都认为，太阳花运动是他们败选的一大因素。此外，两岸关系也受到了影响。除了运动直接挡下了服贸，在蔡英文上台之后，台湾跟中国的两岸政策也都出现了很大的转变。台湾政府开始跟中国保持距离，渐行渐远，而中国对台方针也从积极交流转为文攻武吓。有分析认为，太阳花运动带来的另一大影响是改变了年轻世代对于社会议题、政治的态度，并且开始积极的参与公共事务。选运期间常见的标语“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事了”，之后在各个领域的议题当中也常常可以看到。分析认为呢，这一方面造就了社运风气的兴盛，像是运动结束不久之后，林义雄发起了绝食反核，就让反核运动受到了空前的关注。而运动隔年的反课纲微调运动呢，更被称为是高中版的太阳花。
到了2016年政党轮替之后呢，也有反劳基法修法、争取原住民传统领域等等的运动，甚至还有分析认为太阳花启发了香港2014年的雨伞革命。而另外一方面，这股对于公共事务的热忱也形成了一波青年参政的风潮。在运动隔年呢，就有许多素人青年以自行参选，或是透过民进党的民主小草计划投入基层村里长啊、县市议员选举。此外，这股渴望改革的浪潮也开拓台湾政坛第三势力崛起的空间。比如2014年地方选举当中，柯文哲呢就以素人之姿当选了台北市长。而部分的太阳花领袖参与者也纷纷组成新的政党，投入2016年的国会大选。当年不仅有18个小党竞选不分区立委，时代力量更一举拿下了5个立委席次。不过刚刚说的这些几乎都是发生在运动结束后2-3年的事情。那10年后的今天，太阳花运动的影响力还在吗？近年不少分析指出，10年前太阳花运动造就小党林立啊、青年参政等等的现象，在近年都有消退的趋势。今年的国会大选当中，参选不分区立委的小党就从4年前的19个减少到了16个，而时代力量、社民党啊、台湾基进等等的政党，今年大选得票率也都没有达到3% 的政党补助门槛。同时，今年参政潮也逐渐的消退。根据报道者爬出中选会的资料发现，过去10年的地方选举虽然候选人年轻化的趋势还在，但是现在活跃的大多是正2、正3代，而不再是运动青年、素人青年了。有分析认为，太阳花虽然为台湾政坛带来了一股求新求变的风气，让台面上面出现了一些新政党、新政治人物，但是在既有的政治生态之下，很多缺乏政治资源、实务经验的青年素人还是很难打赢选战。而除了政治参与之外呢，年轻一代对于公共事务的关注与热情也似乎渐渐的在消退。许多观察指出，近几年来台湾社运渐渐的沉寂，年轻一代对于社会议题的关注度也大不如前。曾经是许多社运主力的大学意义性社团，包含了台大浊水溪社啊、政大野火阵线等等，也纷纷出现了招生不足的困境。那至于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分析则各有说法。有人认为这是因为过去的运动领袖纷纷参政，导致社运能量被体制吸收；有人认为呢，这是社群时代下议题分众化的结果。尤其在疫情之后呢，这样子的趋势越来越明显，因此也更难汇聚年轻人对于特定议题的关注。最后还有分析认为这可能只是社运必然面临的低迷期。毕竟早在太阳花前几年，台湾社运声浪就已经逐渐在加强，而太阳花呢，把这股风气推向了高峰之后，要重新累积能量，需要时间跟契机。而且在这种追求改革的浪潮过后，也难免会面对保守势力的反扑。此外，有学者也表示，运动带来的影响未必是完全消散了，也可能是有些影响已经融进了政策，渐渐的成为我们的日常生活。那当初的改变维持了10年之后，或许也就成为了更理所当然，不会特别察觉到的常态。在准备要写这一题的时候呢，我们第一时间的反应是，居然10年了吗？时间过得好快。我们团队的成员年纪大多都落在20后半到30前半，正好就是媒体口中说的太阳花世代。运动爆发当时，我们很多人都还在读书，也有去参与运动。那我们觉得当时在参与的过程当中，虽然有很大量的质疑跟反思，但确实感觉到一种渴望社会能够变得更好，也相信社会能变更好的风气。而同时呢，也会庆幸自己可以尽一份力去促成一些改变。而在运动刚落幕的头几年同侪间呢，好像也还是弥漫着这种理想氛围。但是10年之后回头看，我们的感受就比较复杂了，这是多少有一点失落感。那我们在网络上面也看到了很多跟我们同辈的网友有类似的心情，所以我们也很好奇这种失落感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毕竟10年之间的确发生了很多的变化，而太阳花运动对于台湾的影响也很广。总的来说，到底是好是坏，各界更有很多不同的看法。不过，以我们来说，那份失落感或许不完全是来自于外在的改变，而是出自于自身的改变。运动过去10年了，我们也都毕业出社会工作好久了，加上其他生活琐事，好像很难像以前那样子关心各种社会议题。那虽然以我们自己来说呢，工作上面会接触到很多议题但这毕竟呢都还是工作的一部分。而且在研究了大量议题之后，我们的想法也多少会有变化。比如说呢，以前就一股脑的想要追求改变，让社会变好，但现在我们可能就会比较务实，先考虑可行性啊、成本效益等等。所以现在去回顾10年前，我们会觉得好像以前那个有很多热情的自己已经慢慢的消失了，就会有一点点失落。但换个角度想，这或许也是一种成长吧。而且就像前面有学者提到的，或许是很多的改变已经被我们视为常态，而没有特别去察觉到吧。
好的，那最后呢，就想来问大家10年之后看，你觉得太阳花运动带来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？两岸关系毕竟是大转弯，而且在后来的世界局势之下，影响又更加深远。比政治局势打击了国民党，让民进党完全执政，也让第三势力有崛起的机会。自己自身的改变吧，觉得这场运动多少形塑了自己的价值观。点击它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太阳花运动10周年。此外呢，也可以点这个地方看野百合运动以及2024大选结果分析。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我们就明晚再见喽。祝大家龙心大喜，新年迎新机最高值2000元，多点财神器送哈密 Point18000点，好运人人有，上网量加码送哦！走春最 lucky， 国际漫游畅享天天价，中华有心，龙心大喜，龙心为奖励，永远走在最前面。中华电信。